中国舰载多用途无人机专利亮相，美国有的，中国也要有；美国没有的，中国也有。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航空工业西安某飞机设计研究院舰载多用途无人机专利亮相。从专利描述的情况看，它与美国的 MQ-25无人机相当或者相近。那表明呢，国产舰载的固定翼多用途无人机目前呢已经提上了日程。那么，固定翼的舰载无人机上舰之后，它能干什么事儿？如果是小型的舰载无人机，不一定会让它们登上航母或者是两栖攻击舰。许多驱逐舰甚至护卫舰都可以携带，用发射器把它们发射出去，就能够执行相应的任务了。只不过这些小型无人机的回收相对麻烦一点，因为它们没办法直接在军舰上降落，因为无论是驱逐舰还是护卫舰，它后面的甲板相对来讲比较小，只能供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舰载直升机或者舰载无人驾驶直升机起降。那么固定无人机的回收往往需要采取全地形回收方式，或者是通过伞降的方式落在海里，然后派出小船把它捞上来。那么这次曝光的专利应该说是属于大型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们完全是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飞降落的，甚至呢，经过改装的两栖攻击舰也能让这样的无人机起飞和降落。如果下一代的两栖攻击舰能够配装电磁弹射器，那么个头比较大的固定翼舰载无人机也可以通过弹射起飞的方式升空，利用拦阻的方式着舰。那么大型的固定翼的无人驾驶舰载机，它们将承担什么样的使命任务？这个呢是很多人所关注的。第一个，它们能够当侦察机使用。我们知道，军舰它们虽然配备了很多的雷达，探测距离呢比较远，但是这些雷达看高空、中空的目标，可能探测距离能够达几百公里，但是对低空目标的探射，那就无能为力了，顶多也就是几十公里。因此，在预警方面，舰载雷达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的。那么，如果你派出无人机来对一些相关海域的目标进行侦察监视，他们就能够及时的把收集到的情报信息传输给军舰，从而提升他们的预警时间，或者是缩短打击的时间间隔。那么这是舰载的侦察无人机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当然，你要把它改成察打一体无人机，应该问题也不大。岸基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现在种类繁多，尤其是中国开发出了多个系列的中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把相应的技术移植到舰载无人机上，我想搞出未来的航母能够使用的，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能够使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这个难度不大。那么他们的另外一个功能和使命任务，除了侦察和打击任务之外，还可以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为其他的有人驾驶的固定翼的舰载机提供空中燃料补充。那么这些固定翼的有人驾驶飞行器，包括舰载战斗机、舰载的预警机、舰载的反潜巡逻机等等。当然，有的情况下甚至还能够给舰载的无人机实施空中加油。现在研发的一些固定翼的舰载无人机，它的起飞重量不一定会比有人驾驶的固定翼舰载战斗机更大，但是它的载油系数绝对会超过有人机，因为它们上面没有飞行员，没有弹射座椅，没有相应的显示系统。那么这些空间、重量都可以用于装载燃料，因此
无人机的载油系数，从某个角度讲，要远远的大于有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个飞行油库，到了天上，就足以给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舰载机实施空中加油。我们知道舰载机呢，虽然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有一些缺点是难以回避的。比如说，它们的机体重量比较大，机内空间有限，因此，同样外形的舰载战斗机，比起岸基的战斗机来讲，它们的作战半径、航程都要小一截儿，因为它们起飞重量要比岸基飞机要大，只能采取减小油量的方式来维持它，安全可靠的起降性能。那么过去为了增大舰载战斗机和舰载预警机的航程和留空时间，往往采取伙伴加油的方式，就是用几架同类型的舰载战斗机或者攻击机改装成空中加油机，为战友实施空中燃料补充。但是这些加油机由于它的机内容积本来就有限，必须加装一些比较大的副油箱，才能够满足给一架或者2架舰载机实施空中加油的使命任务，因此受到很多的限制。那么，如果你改装出了个头比较大的无人机，让他们来承担空中加油使命任务，那么可能要比有人机效率更高。那么，无人机给有人机加油，安全可靠吗？应该说还是相当可靠的，因为无人机的这个巡航飞行完全可以依靠它搭载的先进的自驾仪保持稳定的平飞。它放出空中加油管以后，固定翼的舰载机缓缓地靠近它，就完全可以实施安全可靠的空中燃料补给。因此，研发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留空时间比较长、载重能力比较大的舰载无人机非常有必要，而且呢，很可能是未来航母作战能力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真正研发成功一种能够在航空母舰上长期安全使用的固定舰载无人机。美国虽然研制了几款研究机型，但是都没有定型和正式投入使用。那么在这个窗口期，我们加快相应的舰载无人机的研发步伐，就有可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呢，在某一个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